蓝玉，闭上你那个臭嘴！怎么着，也不该骂他？你凭什么骂上尉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砍头就砍头，不必撒泼骂街。上尉是千年不遇的豪杰，他做皇上是天意。换我做了皇上，也会杀了我这个李善长，杀了你这个悍将蓝玉。朱元璋终于要对跟随自己打天下的淮西勋贵动手了。洪武4大案之一的蓝玉案的骤然爆发，导致又一批开国功臣被牵连。朱元璋以结党谋逆的罪名，将李善长、蓝玉等28位淮西老臣押上断头台。临行前，蓝玉头戴枷锁，不停问候朱元璋。可一旁的李善长对此事却看得格外通透。从蓝玉托人送信和他共商大事的那一刻起，两人的最终结局就已经注定。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一路走到一代帝王，其中的艰辛程度，旁人根本无法想象。老朱这一刀砍的不是昔日兄弟，而是大明朝潜藏的致命隐患。太子朱标骤然离世后，蓝玉就成了没人能压制的锋芒利刃。为了天下百姓的安稳和王朝根基稳固，朱元璋必须不留情面地肃清所有潜在祸患。随着一个个淮西老臣被锦衣卫押上断头台，朱元璋又将目光转向了监牢里的玉儿。马皇后离世的画面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，所以朱元璋想从玉儿口中多了解些妹子的临终遗言。看着玉儿身旁熟睡的小虎，朱元璋瞬间就想起了朱标小时候的模样。睡得多香啊，咱都闻到这玩意身上的香味了。孩子的气味只有母亲闻得着，咱就是闻着了，甜香甜香的，跟彪儿小时候一个样子。此刻的朱元璋不再是那个杀伐果断的洪武皇帝，只是一个想念妻子和儿子的孤寡老人。紧接着朱元璋也不再绕弯子，直接开口询问玉儿马皇后临终前的所有遗言。玉儿听后瞬间陷入到了极度悲伤。娘娘昏迷的时候，好几次喊重八，娘娘那声音喊得那份心都碎了。听着玉儿口中说出的重八2个字，朱元璋一时间五味杂陈。马皇后走后这个名字他已经许久没有听到过了。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妻，晚年丧子，人生3大悲剧，朱元璋全都亲身经历。玉儿的话再次勾起了他深藏心底的悲痛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不由得泪如雨下。随着53刻逐渐逼近，朱元璋亲自赶往刑场监斩。看着行刑台上跪着的老兄弟，朱元璋没有半分动摇，他直接向二虎下达了开斩命令。然而就在二虎准备上前传旨时，朱元璋却突然叫住了他：“你留下吴峰去传旨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把二虎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看着吴峰远去的背影，二虎明白自己大概率也会被清算。传旨人选的临时变动也预示着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。二虎啊，你跟了咱20多年了，你知道咱的事太多了，恨你的人也太多了。有一天要是咱不在了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，这个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二虎自然清楚自己失宠后会面临什么处境。他执掌锦衣卫多年，得罪的朝中大臣不计其数，而且常年跟在老朱身边，就连不少皇权核心秘密他都有所接触。二虎本以为自己很快也会被押上断头台等候问斩，怎料朱元璋接下来的旨意却让他无比震惊。咱呐，把这个龙眼赐给你了，你坐上它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皇上，听着，这是咱给你的最后一道懿旨，接旨吧，远离京城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回来。二虎听后瞬间被感动得跪倒在地，但在此之前，二虎还有最后一个心愿，那就是身处监牢的玉儿能不能和他一同离开。你终于开口求咱了，告诉你吧，玉儿他们母子早在车上等着你呢，你呀，快去吧。随后，二虎重重向朱元璋扣了一个响头。这位忠心耿耿、尽职尽责的保镖终于迎来了圆满结局。朱元璋把自己仅存的最后一丝温柔留给了二虎一家老小。看着皇上憔悴的模样，二虎满脸不舍，但他也明白这是自己唯一能功成身退的机会。于是，在深情地看了朱元璋一眼后，二虎快步离开前去和妻儿团聚。果不其然，等二虎走到龙辇时，玉儿已经在上面等候多时。看着熟睡中的儿子，两人忍不住畅想以后的幸福生活。然而朱元璋给他们的恩典还远不止这些。没过多久，二虎就在龙辇的角落发现了一份神秘大礼包，里面不仅有各地通行的官房录影，还有10万两银票。朱元璋把对功臣们的所有愧疚全都补偿给了二虎一家。